新一轮特责会，战俘没能入乌。英德乌三国打造准军事同盟，求援困局，俄罗斯即将失去远东。朝鲜军重建战场，转为无人机操作员。乌收复苏梅要地，全歼俄特战队。向友军开炮，俄击毁自家苏30 SM， 扩建恩格斯基地，乌克兰无人机的新靶子。乌军工3年革命，生产潜力增至350亿美元。美军精锐特战队现身委内瑞拉，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或许是因为与普京的通话，特朗普的态度又变了，在本次特责会上没能敲定战俘入乌一事。在泽连斯基前往美国之前，特朗普与普京进行了一次通话，双方提起了战俘。当时普京表示，向乌克兰转让战俘不会改变战况，反而会破坏美俄关系。难受的是，特朗普真信了。在此之前，特朗普还是一副俄罗斯不停战，我就要向乌克兰转让战俘的样子。火力军以为在本次特责会上，美乌就会敲定这件事，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这依旧是悬而未定的状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提供射程可覆盖莫斯科的战俘，至少目前不会。泽连斯基空手而归，多少有点失望，钱都准备好了，结果别人不卖。即使如此，泽连斯基依旧没有放弃。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他对此仍保持希望。特朗普总统没有说不，这很好，只是今天没有说好。最终结果如何，火力军也无法确定。特朗普与普京还将在布达佩斯会谈，如果双方谈崩了，估计战俘第2天就会抵达乌克兰。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特朗普是希望通过个人外交来打破战争的僵局，希望与普京的会晤能取得成功，弥补过去未能达成的协议。而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普京重申了停火条件，放弃对赫尔松和扎波罗热部分区域控制，以换取乌克兰从顿涅茨克撤军。所以在本次的会谈中，肯定会讨论与此有关的议题。对于普京的条件，基辅当然不会同意。乌克兰和欧洲官员称，为了和平而放弃顿涅茨克地区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为此，白宫正在悄悄加大施压，希望乌克兰做出更多让步。这或许是在本次特责会上战俘没能入乌的根本原因。当然，特朗普与普京并不能决定乌克兰的命运。德国总理默茨直言，泽连斯基访美并未如愿，这使得欧洲的支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乌克兰保持其军事实力，战争才能结束。他表示将继续在财政、政治还有军事上支持乌克兰。默茨还强调，投降不是乌克兰的选择，如果乌克兰投降，俄罗斯下一步将攻击另一个欧洲国家。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必须用大棒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欧洲声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除此之外，英德乌还打造准军事同盟，应对俄罗斯的入侵。普京的麻烦来了。在本次特责会之前，德国、英国、乌克兰这哥仨的防长凑到一起，签了一份联合国防协议，随即就发表联合声明。这可不是简单的握手，而是直接把战书甩到了克里姆林宫脸上。英德的声明明确表示，我们要在资金、武器、技术以及军事人员培训上全方位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干到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军事援助了。三国的这份声明是以法案的形式直接组成了一个准军事同盟，意思很清楚，俄罗斯现在要打的可不仅仅是一个乌克兰，背后还站着德国和英国。乌俄战争打了3年半，送点装备是一回事，但还真没有哪个国家直接跟俄罗斯死磕。这次英德算是把窗户纸彻底捅破了，直接不装了，摊牌了。在英德的支持下，俄罗斯的困境将更加明显。在乌俄战场之上，进入活跃战区的俄军士兵，10个进去能有2、3个活着出来，就已经算是烧高香了。根据最新的数据，俄军一线士兵有高达85%会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直接火力送走，剩下的15%则设法找个坑把自己埋起来，或者暂时溜号，等安全了再冒出来，然后重复同样的送人头循环。这种消耗模式，火力军只能说就是个无底洞，根本没法持续。普京这是在玩命填线。俄军这一系列操作换来了几百米的领土扩张，这点距离可能还没有一个足球场长。与此同时，自家的经济却陷入了停滞，时不时被乌克兰无人机光顾一下。就这种情况，历史早就写好了剧本，守家的一方能把侵略者耗死。
对于俄罗斯来说，桌上的选择已经不多了。如果不选择妥协，那最终只有崩溃一条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消耗战。俄罗斯已经花了3年零8个月，结果连最初定下的小目标都还没实现。火力军看了一下《经济学人》的分析，说是按照过去30天的推进速度，俄罗斯要想完全拿下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剩余部分，需要等到2030年7月之后。至于占领整个乌克兰，不好意思，那得需要103年。等到那时候，估计火力军的孙子都抱上曾孙了。如果俄罗斯继续执迷不悟，那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在无休止的消耗中被活活拖垮，最后彻底凉凉。为了保证战场物资，俄罗斯不断向他国求援，比如朝鲜，双方已经达成了批外交易。俄罗斯拿技术换弹药、士兵，但这是有代价的，后院已经起火了。之后远东地区还信不信俄，就不好说了。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爆了个猛料，把克里姆林宫的老底儿给掀了。俄罗斯正在失去远东地区的控制。莫斯科为了打乌克兰，准备把自家后院都给卖了，这可不是空穴来风。乌克兰那边把账本都列出来了。朝鲜已经成了莫斯科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劳动力供应国。过去1年，超过1.5万名朝鲜工人正式抵达远东，非官方的估计更是高达5万人。这还不够，俄罗斯公司已经喊话，要求再来15.3万份劳动合同。这笔买卖，平壤可是赚翻了。据报道，朝鲜每年能从这个安排里赚到5亿美元，把朝鲜工人当成韭菜割，俄罗斯出地，朝鲜出人，双方各取所需。这还只是一个朝鲜人加上其他国家的劳工，远东地区的外国人太多了。根据乌克兰的报告，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些飞地，里面的活俄罗斯人几乎不干。乌克兰情报部门警告说，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失去对其近40%领土的控制权。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把整个远东联邦区都给丢了出去。火力军估计，克里姆林宫现在什么都不管了，为了眼前的战争能打下去，不惜饮鸩止渴。只是不知道，等战争打完了，普京回头一看，自己的远东老家还信不信俄了？当然，有舍就有得，远东不稳，但战场上的人就多了。在乌俄战场之上，朝鲜兵已经重回前线。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朝鲜士兵正在帮助莫斯科直接袭击乌克兰。不过与之前相比，朝鲜兵有所升级，从之前的炮灰升级为无人机操作员。在苏梅地区，朝鲜无人机操作员调整了火箭炮对乌克兰阵地的火力。火力军估计，朝鲜这是向俄罗斯提出了反对，自己派兵的目的是学习现代战争的经验，结果在乌俄战场上都成炮灰了。这还怎么搞？于是无人机操作员就出来了，太阳的光辉终于照到了朝鲜士兵的身上。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朝鲜兵参战也没什么用。诺尔报告表示，乌军已经推进到了苏梅要塞奥列克西伊夫卡，并重新完成了控制，目前已进入该地的中部，并夺回了南部地区。在苏梅北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特种部队与第105领土防御旅的士兵摧毁了俄罗斯塞涅日特种部队中心的破坏和侦察小组。根据当前的情报来看，塞涅日中心第3局的一个小组试图从别尔哥罗德州突袭苏梅和哈尔科夫的边境地区，乌军干掉了其中6名俄罗斯士兵，打伤了8名。塞涅日中心属于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中最专业的单位之一，部属于莫斯科，在高加索、中东、非洲以及克里米亚危机中都有塞涅日中心特战队的身影。不过在乌俄战场上，因为后勤等各种问题，死亡成为了塞涅日中心的主旋律。恰索夫亚尔地区，俄罗斯第72摩托化步兵师的部队与第98空降师的部队进行轮换，并加强了进攻行动。结果很明显，没有丝毫成果，反而损失了不少人。一个乌克兰旅的发言人报告称，在短短1周内，俄军就阵亡了1个连的士兵。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乌军亚速国民警卫队第1军团报告称，俄军发动了新的机械化攻势。该进攻由22辆装甲车组成，其中包括一支由11辆坦克以及步兵战车组成的主力纵队，目的就是夺取沙霍维。但遭遇失败，在袭击发生之前，2辆装甲车就被乌军 FPV 无人机发现并摧毁。最终9辆俄罗斯装甲车被摧毁，另有4辆受损。除了前线，乌军也对俄罗斯本土发动猛烈袭击。俄罗斯巴什科尔斯坦地区，乌军无人机飞越1600公里，袭击乌法炼油厂。
该炼油厂属于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中心之一，3处设施加一起的年产能超过了2600万吨。在本次袭击前几天，乌法炼油厂就已经被揍了，导致数个厂房暂停了生产。这一轮的空袭力度似乎更大，乌法的机场也被曝关闭，当地的互联网还被切断。伏尔加格勒市卢克石油炼油厂也遭遇袭击，并引发火灾。斯萨拉托夫州一家炼油厂遇袭，并且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恩格斯基地也传来爆炸声。能源设施不断遇袭，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相比较8月份，俄罗斯9月份的海运石油产品出口量下降了17.1%，仅仅只有785万吨。看上去很严重，但这只是一部分。距离乌克兰边境1800公里的车里亚宾斯克首次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向民众发出短信警告，乌军无人机在车里亚宾斯克空中引发巨大爆炸，工厂被疏散，互联网也遭到干扰。克里米亚方向赫瓦尔迪斯克的一个储油设施也遭遇袭击。克里米亚本就严重的燃料短缺问题，恐怕会更加难以解决。早些时候，克里米亚当局对加油站的汽油销售实施了新的限制，每笔交易的购买量上限为30升。在无人机袭击中，克里米亚几个变电站也遭到破坏。事实证明，俄罗斯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改变战场规则，即使距离战场再远，俄罗斯民众也将感受到战争代价。为了应对乌军的袭击，俄罗斯防空系统全面启动，却在克里米亚上空击毁了自己的苏30 SM，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些时候，俄罗斯防空系统向一架接近莫斯科的民用客机开火，将客机误认为来袭的无人机。乌军袭击俄本土炼油设施，估计俄罗斯也是这样想的。最近又搞了一个看不懂的操作，扩建恩格斯空军基地。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下，俄军的轰炸机不断后撤，飞往前线的次数大幅降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空军基地还在热火朝天的搞扩建，给轰炸机修了 VIP 机位。根据 AV Vector 卫星图像，俄罗斯这次是动真格的了。地面上青蛙的标记清清楚楚，计划要在基地里新建12个飞机停机位，配套的滑行道也得跟上，好把这些新车位并入基地的整体交通网。恩格斯基地不是什么小地方，这里是俄罗斯战略航空的重地，停着图 95MS 和图160这种远程战略轰炸机，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大约620公里。也正因如此，乌克兰无人机经常给恩格斯基地送温暖，已经被偷家好几次了。就在不久前，一张卫星图实锤，一次远程无人机快递上门，直接把恩格斯基地的一个弹药库给一锅端了。根据照片分析，储存区里的所有仓库都被摧毁，渣都不剩。露天存放弹药的地方能看到好几个大坑，周围地区还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俄罗斯这波操作突出一个不服就干，你炸你的，我修我的，还要修得更大更好。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等于给乌克兰的无人机送上新靶子。火力军很好奇，这新建的12个 VIP 机位，乌克兰什么时候派无人机过来剪彩验收？乌克兰这边军工也有好消息，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的军工复合体发生了核聚变级别的革命。在2022年，乌克兰全部兵工厂的生产潜力加起来也就10亿美元左右，勉强糊口。但是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来到了350亿美元。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乌克兰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乌克兰这边，以前是别人送装备，但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是出口给其他国家。军事分析家彼得罗·切尔尼克上校表示，乌克兰已经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游戏规则。在无人机这一块，我们真的已经领先所有人，这点也是一直常聊的。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乌克兰军工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无人机、导弹等产品的产能更是翻倍的提升。不过，对于乌克兰而言，这只是开始，还有更重要的丹麦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让欧洲伙伴国家出钱，乌克兰自己负责开动生产线，造自己的武器。切尔尼克上校透露，这一切都是从18套博达纳自行火炮系统开始的。现在这条路已经走通了，可以复制到其他武器上，比如乌克兰自己的 Stigana P 反坦克导弹，还有像 T80坦克这种装甲车系列，都可以这么搞。目前，德国的莱茵金属、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还有美国的洛马，一个个带着生产线和报价单，排着队要到乌克兰开分厂。至于到底有多少企业要来，现在还不确定。这位分析家表示，
目前已经有20多家外国大公司准备在乌克兰境内开厂，打头阵的就是生产 F-16的洛马。他们之前就盘算着要进驻安东诺夫工厂的厂房，还有法国的泰雷兹、英国巨头 BAE 系统公司以及瑞典的军工企业，全都是武器生产界的大哥。这可不是画大饼。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已经亲自在华盛顿跟洛马和雷神的代表见了面，聊的就是合作开厂、加强乌克兰防御能力的事儿。乌克兰这是要把自己打造成欧洲的新兵工厂，军工复合体自然有所升级。更重要的是，乌克兰的目标是加入欧盟和北约，还有比这些军火制造商更硬核的说客吗？只要把这些巨头的生产线都搬到乌克兰，他们的利就跟乌克兰的未来绑在了一起。到时候谁敢动乌克兰，就等于动了他们的钱袋子，而且这还能解决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战场之外，美国继续增加在委内瑞拉的部署，美国最精锐的陆航部队现身委内瑞拉门口。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现在正在委内瑞拉北部海岸外大约145公里的地方闲逛。这帮人有个更响亮的外号——暗夜前行者，属于美军特种部队里的幽灵。他们的出现正好跟特朗普证实 CIA 在委内瑞拉有秘密行动的时间点对上了。很明显，美军这是要搞一场特种部队行动。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任务就是支援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旗下第1层和第2层特种部队，包括绿色贝雷帽、第75游骑兵团，甚至是神秘的三角洲部队。这次在委内瑞拉外海盘旋的机种包括 MH-60M 黑鹰、MH-65M 小鸟以及 MH-47G 契努克，都已经是特战队了。那这些直升机就不是普通货色，每一架都经过了深度魔改，具备逆踪、超长航程和极高的作战精准度。机上装备了先进的地形跟随雷达，可以在夜晚贴着树梢飞，还有红外线抑制系统以及全套的电子反制措施，专门用来干扰和致盲敌方的防空系统。说白了，这些直升机就是一群会飞的刺客。这种配置一亮出来，意图就很明显，美军可能正在盘算着在委内瑞拉境内搞一场精准突袭、情报人员撤离或者是关键目标的破坏任务。委内瑞拉军方也不是傻子，家门口来了这么一群大神，直接把手里的俄制山毛榉和博朝拉 2M 防空系统，把政府大楼和军事要地围了个水泄不通，主打一个不管有没有用，先把态度摆出来。美国国防部的消息人士也出来放风了，暗夜前行者在加勒比海的持续行动不是什么单纯的训练，这是前进部署，将高度戒备资产置于作战目标实时攻击范围内。特朗普已经正式授权 CIA 进行秘密行动，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大概已经参与到了地面情报行动的实时支援中，比如提供战术监视，或者随时准备冲进去捞人，甚至是直接发动攻击。接下来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特朗普与普京的第2次会晤会是什么结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